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每年5月初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大会都是全球投资者非常感兴趣的会议，因为在这个会议上投资大师巴菲特会谈很多关于投资的心得，还有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去年的股东大会呢，查理芒格没来说是身体不好。今天看起来呢，身体还不错毕竟已经是一位97岁的老人家了。去年这个时候呢，我曾经做过一期巴菲特股东大会的节目说了说巴菲特股东大会给我们的5点启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我的主页翻翻看一看。所以呢，今年我也想继续这个话题今年的股东大会呢，是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的1点半开始的，也就是北京时间的5月2号今天凌晨1点半。我是熬不了夜通宵去看直播了。所以呢，今天上午在雅虎财经看了一遍回放。很抱歉我必须得承认我这个听力太差了。巴菲特和芒格的话只能听懂个大概，最少一半没听懂。奇怪的呢，是负责保险业务的一个副主席叫阿吉特，他说的话呢还能听懂一个7、8成。问题是阿吉特是个印度人印度英语那个咖喱味大家应该都知道。说这个呢是希望有大神能够尽快的把巴菲特股东大会翻译个中文字幕出来供更多的朋友去学习吧。去年的节目我就是看着中文做出来的。今年呢，在 YouTube 上雅虎财经的实时英文字幕是脱节的你一边听一边看，那个字幕根本就对不上。所以呢，理解的内容呢是比较有限的今天的节目如果有疏漏的地方，还请大家原谅吧。今年的股东大会呢，巴菲特简单的就说了一下公司的盈利转正因为去年一季度是亏损的嘛，今年一季度呢就挣钱了。然后呢，很自然的就把话题引到了一贯的主张，就是不要看空美国，要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去年巴菲特也是这么说的。巴菲特是美国人看好美国肯定是正确的。他是怎样证明美国会越来越好的呢？巴菲特呢拿出了2个表格他叫投影片一张呢是全世界排名前20的公司巴菲特指出来，这里面前6名有5个都是美国的公司，另一个呢是沙特阿美，第7个就是中国的腾讯了。巴菲特没说只说了前6，证明了美国公司是在全球是实力雄厚的另一张表格呢是1989年时候的全球排名前20的公司。在1989年的时候排名前1到前4的全是日本的公司，美国排第5和第6，第7呢还是日本的公司。巴菲特就是用这2张表来证明美国是越来越好，而且他还说呢，爱尔兰的人口都比美国多，应该说的是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再看看现在，美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看到巴菲特这2张表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截屏保存一下。1989年中国的公司在巴菲特的表格上是一个也见不着但是到了2021年呢，中国大陆有3家公司进去了，腾讯、阿里巴巴和茅台。中国台湾呢有一家台积电。再过个30年再过30年其实没有意义巴菲特肯定是不在了，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还开不开都是问题，我们就等10年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等得起的。10年之后再拿出这张表格，我们再看看中国有几家公司会上榜都处在哪些位置。我相信10年之后榜单上的这些美国公司应该会像当年的日本公司一样齐刷刷的掉下去。全球前6的公司里面呢，肯定会出现中国的公司，用不了30年，20年时间就足够了。就全球公司 Top 6，说不定有5家都是中国公司有些人会不会说你异想天开但是您看看现在咱们中国发展的速度
你在说我异想天开的同时，会不会也觉得心虚呢？没准还真有可能呢，对吧？所以呢，我在看巴菲特讲话的时候啊，就越来越感觉到他好像是在说中国，说的是美国的今天，怎么看都像是在说中国的明天。巴菲特看好美国，人家肯定是正确的啊。我们呢，作为中国人，也要看好中国。去年的节目我也说过这个观点，没办法，谁让巴菲特今年又重复了这个观点呢？如果说你也看过这次股东大会啊，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估计也会产生我这种感觉，这老巴是不是在说中国嘛？真希望呢，老巴能够健康长寿啊，在2041年的时候吧，还能开股东大会，看看那时候他再拿出的全球公司 Top 20的表格是什么样的。好了，这个话题呢就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您为什么把航空股给扔了？大家都知道啊，巴菲特抛出航空股票之后呢，航空股是大涨了90%。巴菲特回答的大部分我都没听懂啊，但其中他说了，他并不打算再买回来啊，因为从现在看呢，商务和旅行啊，很长时间都回不来啊，意思就是继续不看好航空股啊。当然他也说了，希望4大航空公司啊能够做得更好。我想呢，这应该是客气话吧。巴菲特投资航空股呢，肯定是赔的啊，但是投资嘛，有赚有赔嘛，心态是最重要的。赔了就是赔了，它又涨了，如果你没有100%的把握呀，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有些朋友啊，他买股票啊栽跟头，其实就是栽在这个心态上啊。买了一个股票不涨或者是跌了啊，就把它卖掉了，结果一卖呢涨起来了，后悔的是直拍大腿呀，慌慌的又去追涨，结果一追又被套上，两头挨打。这种行为呢其实很常见啊，我敢肯定90%的人都干过这事，而且呢还不止一次。当然呢我也干过啊。所以这一点上啊，我们真的要向巴菲特学习啊。过去就过去了啊，你在一个股票上赔钱了，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它涨了，你不甘心又想买，一定要搞清楚你要买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买这个股票啊，跟你过去在这个股票上赔钱了没有一丁点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没有一丁点关系了。我要买它啊，是因为它有上涨的逻辑啊，未来有发展，业绩好，而且呢技术上也支持。OK， 没问题，你买吧。买完之后呢，就坚持你的信念，持有就好了啊。你说我买它就是因为我在它上面赔了，我不甘心，现在它涨了，我要把赔的挣回来。那我的这个节目啊，您还真就没白看啊。我劝您呢，向老巴好好学学，投资呢不是赌气啊。你抱着想挣回来的心态去买股，您十有八九还得栽进去。这是第二个启示啊。第三个启示，巴菲特和芒格啊都建议投资者去买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啊。这一段呢，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因为听不太懂嘛。巴菲特说了，自己的伯克希尔公司啊，股票好啊，比标普500要好。但是您不懂股票，或者也不想买我们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的话，那就买标普500吧。这段我为什么要单独的拎出来讲啊？因为我是非常赞同的。我觉得老巴和芒格的观点呢，对于中国的投资者非常适用。我们中国的散户朋友啊，玩指数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指数看着没有个股刺激啊，你都想挣个快钱呢。创业板，我运气好的话，买个股票一天说不定就能挣20%多。我买个指数基金一年也不一定能挣20%啊。但是投资这个东西啊，有一句话真的是对的，那就是慢就是快。指数基金呢，其实是非常稳妥的啊，特别是 A 股这个投资环境啊，你看着好好一个票，说不定明天就给你报个黑天鹅出来。持有指数基金，最少你是安心的，而且长期来看，绝对是稳赚不赔的。我记得以前呢，曾经
做过一个节目说过一个观点就是投资理财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我告诉您一个稳赚不赔的办法，就选一个指数基金上证50也好，沪深300也行，或者一个行业的指数都行选一个您喜欢的，就是等到哪一天呢？股市大幅下跌几天时间回撤了20%吧，把你的资金投进去1/3，就当它没有接着等。比如又过了几个月，股市又暴跌了20%，那就再买1/3吧。如果过几个月挣了那就把这1/3出了接着等。如果说又被套住了，不管它，就当它没有接着等。如果过个1年半载的又暴跌了，跌个30%，那就全买了。从此呢，账号不看，就当它不存在。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我不看，我怎么知道挣钱了呢？你放心，自会有其他的渠道让你知道。你知道的太早了反而不好，知道的太早了，你挣不到什么钱你就跑了。等你身边的人都知道股市大涨了，你自然就知道了。你知道的越晚，其实你挣的越多有朋友说了，你这个说法我听不懂理解不了。理解不了说明你炒股时间短你经历一个牛熊自然就理解了。而且我说过不需要多长时间，最多5年。如果股市里还剩下一个人挣钱，那个人就是你只是挣多挣少的问题。那期节目呢，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看过我那期节目的，我说的这段话您肯定有印象。巴菲特、芒格，一个90岁了，一个97岁了，都活成人精了。他们说这番话如果说没有道理，那什么有道理在美国这个非常成熟的投资市场里边老巴和芒格还建议投资者，如果您不知道买什么股票，那就买标准普尔500。那在中国的股市里边同样适用，而且更适用。这是我们从巴菲特股东大会里边得到的第3个启示吧。中国的股票市场如果您不知道去买什么股票，那就去买指数基金，它很稳妥，甚至比银行还安全银行倒闭了，银行可能会倒闭了最多赔你50万，但是股市不会倒，你放进去50亿都没事。拉长时间段看以10年一个时间段看，你的财富呢都是增值的再往后呢，我就越看越头疼了，就听懂的是越来越少好像巴菲特还提到了碳中和伯克希尔公司呢旗下有几个公司好像都有相应的业务。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巴菲特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民主党在环保这一块呢还是很重视的。另外还说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就去年的股东大会呢好像没有提到这一块，这应该呢是和当前的大环境有关的。就拜登政府刚刚发布了一项基建计划嘛其实今年和去年的一些话题有区别，应该都是在大环境这一块包括拜登新近推出的对富人阶层加税，这肯定会影响到巴菲特的。巴菲特也是富人嘛。巴菲特好像是说了我死之后呢，财产是要捐给慈善机构什么的意思好像是反正我也没有把钱看得怎么样都要捐给慈善机构了，加点税算什么呀？都是给国家用了嘛我这个表达也不一定对因为我也没听懂别的呢就没什么了，毕竟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就很少，理解的非常有限，只是呢从一些有限的东西里边说一点观点给大家探讨，希望呢是抛砖引玉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